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LK99论文的发表啊，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这个非主流的观点开始涌现。今天给大家介绍2023年9月11号发表的一篇非知名学者的异想天开的猜想，也是关于史文超导的。他认为啊，现有的超导理论，包括 BCS、库珀顿都不足以支撑目前的史文超导研究。于是啊，他提出了自己的假想。当然，在 arXiv 上发这篇论文并不难，难在证明这种理论或者证伪。不管怎么说呢，这篇论文还很有意思，给大家介绍一下。论文的作者叫 ZM Hijazi 啊，一听就知道是一个阿拉伯的名字。和 Isakra B Hijazi 啊，这是一对夫妻学者，而且很深情啊。论文下面写的很清楚，说 IB Hijazi is my late wife 啊，这是他和亡妻合著的论文。所以按照作者的说法呢，他亡妻 Isakra B Hijazi 也是论文作者。但是我感觉吧，这个他更多的可能是为了纪念亡妻，毕竟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更多的关于他亡妻的资料啊，除了这篇论文。作者的简历啊是这样的。他1998年在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大学电磁应用射频和微波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呢在约旦的雅尔姆克大学担任传播学系工程技术教授。他论文的题目是呢，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用于移动和卫星通讯的超导平面谐振器和滤波器。从他谷歌学术背景搜索来看啊，引用量各方面啊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者。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这篇论文的简介。说呢，这个无论超导体是金属超导体还是陶瓷超导体啊，或者是有机超导体，无论是低临界温度还是中临界温度或者高临界温度，超导理论中绝对一致的是电子之间存在一种配对机制，那这种配对负责超导状态。而且是迄今为止啊，所有提出理论的核心。因此呢，这种配对的内在本质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他说这是一个谜啊，它与这个高温超导体的射频特性以及高温约瑟夫森结和其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直接相关。毫无疑问啊，正确理解配对的起源将有助于我们找到生产更稳定、更简单、更可靠的高临界温度的材料的方法，甚至有望生产室温超导体。后边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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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篇论文啊，作者就提出了一个假说啊，就是电子可能是一个复合粒子。那作者是如何提出并论证电子是一个复合粒子的呢？下面给大家归纳出5点内容啊。第一呢，我们都知道电子是负电荷的基本粒子。那作者首先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电子内部啊可能有一个核心，类似一个小球里边套着一个小球。第二呢，在正常状态下，这个核心是隐藏的，外部看不到。那么电子表现出单一粒子的这种性质，但是当温度降到超导临界温度时候呢，外层的电子云层会收缩塌陷，而核心会膨胀鼓起来，这是核心呢就会展现出一些与外层电子云相反的正电荷的性质。根据这个假设呢，作者进一步提出啊，超导转变的时候，一个正常的电子会从内部分裂成一个超电子对啊，就像一个小球分裂成2个互补的小球。这个超电子对呢是由2个旋转方向相反、电荷相反的成员组成，一个核心带正电，一个外层云层带负电。作者呢后边还举了直流和交流约瑟夫效应为例啊，用这个超电子对模型来解释这些实验结果，认为呢可以自洽的解释，这也可以看作间接支撑了所谓电子存在复合结构的假说。最后作者认为啊，如果进一步研究确认电子的这种特殊双重性质，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实现室温超导的新途径。我们再看这个论文里边的图吧，很有意思啊。这个图这个是画出来的啊，不是实验照片，什么 XRD、EDM 的图像，也不是什么实验数据的分析或归纳出来的这个分析图，而是简笔画，有意思吧？那作者就通过图3、图4和图5，试图进一步说明他对电子结构的推测。你看这图3 Figure 3啊，他给出了超电子对结构的示意图，我们稍微放大一下啊。
一个超电子对包含两个自旋和电荷相反的成员，一个是带正电的核心，一个是负电的外层云。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电子从内部分裂出来的这个结构。下一个图4啊，这个图4呢就描绘了正常状态下呀，这个电子和原子核的相互作用关系。那这里啊，电子被分为核心和外层云两部分，和质子中子分别产生相互作用。作者认为啊，核心和中子的作用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所在。核心，一说核心我就想笑啊。好吧，我忍一下啊。图5，它就展示了超导状态下的情况。超电子对取代了正常电子，和质子中子形成新的相互作用关系。这里啊，这个超电子对和质子中子形成内外双层的这个作用系统。所以他通过这样的图示呢，试图说明啊，正常电子在超导的这个转变时候，它内部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同一个单一的粒子转变为一个包含核心的和外层云的这个电子对，超电子对。对不起啊，这可以解释超导状态下观察到的某些实验现象。就这3张图，他对电子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推测，来佐证他的理论。那在第3部分啊，就是在所谓的 New Insight into Some Important Evidence 里边呢，他这个试图通过他提出的电子内部的结构假说呀，来解释超导体中的2个重要实验现象，就是直流电效应和这个约瑟夫森效应。所以这篇论文的最后的主要的结论啊，可以概括成几点。一个就是作者提出了电子可能不是单一基本粒子，而是一种包含核心和外层的复合结构。那在超导状态下呢，电子啊会从内部分裂成一个包含正电荷的超电子对。那这个超电子对形成的是超导的本质起源，可以解释超导状态下观察到的各种量子效应。如果正是电子的这个新的结构，将为寻找更高温超导啊和室温超导啊提供新思路。再一个呢，他认为应该集中研究电子核的双重性质，以及电子结构变化与原子核变化之间的关系。电子核，所以利用合适的实验手段呢，可以实现更高温度下的电子的稳定配对。他也希望呢，这个新视角有望引导超导理论的研究的重大进展乃至革新。这就是作者的这个完整结论。可以说呀，这篇论文呢，观点啊违背了现在的主流研究，甚至呢是有点大逆不道啊。比如说这个电子不是基本粒子是吧？是一种复合结构，这和目前这个粒子物理学里边把电子视为基本粒子的这个主流观点是相左的。第二个呢，就是电子在超导转变的时候是从内部裂变成超级电子对，这和绝大多数都认为超导配对来自于电子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再一个就是作者试图完全从电子本身的变化来解释超导，而非引入生子啊、自旋波动啊等万不作用的机制，这和当前的各种依靠这个中间玻色子的理论是不一样的。那作者的理论呢，更倾向于在超导机理研究上进行革命式的这种范式的转换，而主流研究呢，都是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渐进和优化。作者呢，凭着自身的思考，而非系统的实验，他提出假说，也和这个现在主流研究的思路是不同的。他预判啊，这个理论能实现室温超导，也是很大胆的。另外，作者的画图方式啊，就是这些图，比主流文献确实更直白简易，但是呢，我们也会认为它不够学术，是吧？总体来说呀，就是作者展现出的这种非主流思维，有相当的，我认为相当的这个反传统的倾向。当然啊，真理往往来自于反传统。
如果作者的观点真的能够得到证实，它很可能会引发物理学界的这个重大革新。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采取这种开明或者包容的态度给予鼓励。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沙漠地区念经的人是吧，就在研究飞机如何在几点几分精确的和大楼发生这个负距离的吻合是吧，或者是在研究在土耳其的大使馆里边如何分解一个碳基的生物。也有很多人在干正事在搞研究，天马行空的这个也算所以我觉得呢，这哥们儿研究呢，他也不符合这个量子力学的理论。从整体上看，作者的理论只是个想象，画个图，没有数学模型。但是大家想想，这个100多年前是吧，发现了原子之后，物理学界就分成了两派，一部分科学家包括很多哲学家，他们认为原子就是他们苦苦追求的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粒子。那另外一些科学家就认为原子可能还可以再分。但是科学是建立在证据和事实的基础上，任何的猜想都必须经得起这个新出现的这个实验来验证。从那个时候开始比如1897年约瑟夫汤普森就发现了电子，对吧？他就建立了他的梅子布丁模型。那5年后呢，欧尼斯特卢瑟福呢他的散射实验就建立了卢瑟夫的模型，而波尔又修正了他老师卢瑟福的模型，提出了波尔模型，直到这个量子力学的出现后的电子云模型。现在呢是有个妄人，他提出了新的电子结构的模型。虽然我是很不情愿的这个说出民科这2个字，但绝大多数长期受传统教育而产生认知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观点恐怕比 LK99 是史文超导还难以接受。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篇论文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这种敢于质疑权威、独辟蹊径的精神，是对主流研究的一个良好补充。也许呢会对超导理论的整体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当然就像我们之前提出的，他的观点是需要实验来检验的。好的，这就是 LK99 之后兴起的广泛的非主流研究运动。可以说 LK99 掀开了这场运动的一个角，更多的非主流研究或者所谓的民科研究将突飞猛进，特别是在新材料研究领域。您觉得会这样吗？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下次再见，拜拜。